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大米别再直接下锅蒸着吃了。90岁的老奶奶教我一个新吃法，做出来的米饭松软又香甜。老奶奶每周这样吃一次，从小吃到大，身体也是特别的健康。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根据家的人口数，在盆中准备适量的大米，这里尽量选择优质的大米，这样做出的米饭口感才会更加好。然后倒入适量清水，把大米淘洗一下。洗掉大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大米在生长、生产以及运输期间，难免会有一些脏东西、灰尘什么的，所以买回来的大米一定要给它仔细淘洗干净。大米淘洗好之后，将淘米水倒入碗中，因为淘米的水中会含有米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，所以说第一遍的淘米水不要扔掉。我们可以用来浇灌植物，而且淘米水的水分子还可以很好的分类油污。可以清理碗筷，去除案板上的异味，洗掉菜刀上的铁锈等等。大米中再次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清洗一遍。因为大米当中的维生素和无机盐很容易溶于水，所以说这里淘米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，也尽量不要用手去搓，或者是用流动的水洗，防止大米的营养物质流失。下面我们在淘洗好的大米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它浸泡20分钟，使大米充分的吸足水分。这样不仅可以缩短时间，并且蒸出来的米饭会粒粒饱满，口感松软香甜，更有助于消化。大米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，就是泡好了。连水带大米一同倒入锅中，在里面加入一点白醋。加白醋能使米饭更加有弹性，煮出来的米饭也比较清爽。再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，加食盐可以刺激大米的香味，同时可以加速煮制的时间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大火煮8到10分钟。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大米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和其他的营养成分。而我们用水煮大米，主要是为了让大米外面的一些碳水化合物沉淀到水中，从大米中过滤出去。这里大约能过滤出44%的淀粉含量，从而减少身体对碳水和糖分的摄入量，让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可以放心的食用。大米煮8分钟后，我们取一粒大米，用手试一下，看没有硬米芯，8分熟就可以了。再用漏勺把煮过的大米控水捞出来，倒在一个冷布里，在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，这里加玉米油或者是橄榄油都可以，不要加味道比较重的食用油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加油能使蒸出来的米饭色泽光亮，并且更加的柔软香甜。搅匀后再用筷子多插几个洞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蒸20分钟，把大米蒸熟。这里蒸饭的水要放够，不然烧糊了就不好吃了。时间到，现在锅里面的米饭已经蒸熟了，把它取出来。哇，闻起来好香呀！大米这样经过煮再蒸，米饭变得更加香软，而且粒粒分明，晶莹剔透的，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食用。大米经过煮后，带走最多的就是淀粉，降低米饭里的糖量，主要的蛋白质和纤维素都还在米饭里，所以说这里大家不用担心。捞米饭虽然不如电饭锅直接蒸的简单，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和糖高的朋友来说，还是很有好处的。另外，对于正在减肥的朋友，以后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米饭了，营养健康又低糖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方便面不要再煮着吃了，加一个包菜，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。我家1周吃3次，营养又美味，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再把梗给它切去不要。
然后改刀将包菜切成细丝。包菜是一种家常蔬菜，富含优质的蛋白质、纤维素、矿物质、维生素等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包菜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根香肠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粗条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洋葱，切成细丝，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碗中打入2颗母鸡蛋，加入少许料酒，一是可以去腥，二是使鸡蛋吃起来特别的鲜嫩。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这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一定要搅到鸡蛋没有蛋块才可以。像这样就行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把小葱，将葱白和葱绿分开，葱白切碎，葱绿切成葱花。全部切好后，葱白放入盘中，葱绿放入碗中。准备一把大蒜，拍扁后切成蒜末，然后再切适量的生姜丝，这里不喜欢吃姜的也可以不放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喜欢吃辣的话再剪2个干辣椒。准备2颗洗干净的小青菜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1个洗净的西红柿，放入绞肉机里，盖上盖子打碎，这里也可以用刀切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把锅中的水烧热，烧至微冒气泡的时候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这样煮出的方便面会更加筋道。用筷子搅拌化开。食盐搅拌化开以后，将准备好的方便面加进来，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搅动一下，使方便面受热均匀。水开后加入少许冷水，再次把它烧开就可以了。方便面下入锅中，我们大概给它煮2分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煮太长的时间。如果时间长了，方便面吃起来就不好吃了，没有嚼劲儿，口感也会大大打折。再次烧开之后关火，然后把方便面给它捞出来，再迅速放到凉水里面给它过个凉。一定要给它过凉过透，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方便面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劲道爽滑。方便面过凉过透之后，然后给它沥干水分，放入碗中，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熟油，熟油就是炸油条、炸饼剩下的油，再加入适量的酱油，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加入熟油，这样可以防止方便面粘连，使我们做出来的方便面根根分明。提前加入酱油，这样可以使它上色更加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鸡蛋液倒进来给它炒一下。待鸡蛋液定型之后，用铲子给它推一下，然后再用铲子给它铲成大块，像这样就行。鸡蛋炒熟之后盛出来备用。然后另起锅，倒入适量的菜籽油，再加入少许的猪油。加猪油能使我们炒出来的方便面吃起来更香更润口。油热之后，将切好的小料倒进来，小火翻炒，炒出香味儿。炒香后将西红柿倒进来，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炒匀后，再将切好的包菜丝加进来，洋葱丝加进来，还有切好的香肠也加进来，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
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翻炒均匀之后把我们的方便面加进来，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蚝油、1勺生抽、少许13香、少许白糖、一点鸡精，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。然后用筷子迅速的给它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料化开，使其充分入味儿。所有的调料翻炒均匀之后再把准备好的小青菜也加进来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青菜炒至断生。青菜炒至断生后将鸡蛋块加进来，快速翻炒均匀。出锅之前淋入适量的小磨香油，再次翻炒均匀。好啦，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美味继承。给它装入盘中。看一下这个颜色，真的是太诱人了。上面再撒少许的葱花，点缀一下。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版炒面就完成了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方便面爽滑劲道又入味儿，里边还加入了鸡蛋、香肠、洋葱还有包菜，营养真的是超级丰富。另外加入了西红柿，吃起来还有酸甜的口感。做法也很简单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连挑食的孩子都抢着要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